在这次演训中，人民解放军5大军种陆、海、空、火箭战略支援悉数亮相，值得关注。首先来看地面火力。8月4号下午，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多区域、多型号长导火力突击，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官方公布的导弹发射现场视频显示，曾经在阅兵式上威武亮相的东风15等弹道导弹，这次是在山村小道上点火升空。多个发射场景中还出现了塑料大棚、乡村公路等田园风光，侧面展现出东风系列弹道导弹出色的无依托发射能力。换句话说，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就能迅速起数发射，让解放军的导弹发射更难被对手发现和预测。而且东风15射程可达800至900千米，具备弹道末端可变轨能力，难以被反导系统拦截。穿越了这个台湾的它的爱国者导弹的密集部署的空域，同时是在美国宙斯盾的眼皮底下精准打击目标。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军队已经解决了在远海远域看得见、打得准的这样一个问题。台岛上面的爱国者3的拦截高度通常来讲大概是20公里，但是我们要知道中近程导弹的飞行高度有可能到80、100甚至130到150公里的弹道高点，也就是说我的飞行过程中有很大一段你是看得见但是摸不着的。而且我们说在末段突防的过程之中，我的速度也超过你拦截目标的上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让你看也没有用，因为你根本拦不住。那么而且呢，我们说在拦截的过程之中，对方的目标的速度不能超过1600米每秒，就1.6千米每秒。但是我们知道近程导弹在对大概300公里的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速度已经会到1.7公里每秒，就是我的速度超过你的拦截上限。更何况我们说爱国者3的射程也就是30公里，这个30公里还是斜距射程，所以说我只能应对大概差不多150度的这么一个范围。如果说在这个范围以外的来袭目标，那对不起，我是要把这个发射系统重新进行旋转的。那么这个过程你在作战时候有没有时间？这个我觉得也还要打个问号。官方还公布了导弹精准命中台湾岛东部、北部以及南部海域3个演习区靶场的示意画面，其中射向东部靶场的导弹首次飞越台岛上空。分析就指出，此次演训中，我军常规导弹部队针对性地展现多项关键能力，体现出火箭军首战用我必胜的特殊作用。可笑的是，台防务部门一度出面否认解放军东风导弹飞越了台湾岛上空。日本防卫省在8月4号晚间公布，其探测到至少9枚解放军导弹，约在当天下午1点56分、2点14分、2点57分、3点5分到3点8分等分4波射击。有网友讽刺台防务部门是不是根本观察不到解放军的导弹？比如你的导弹的发射的区域实际上是来自于不同的发射阵地，但是你最终呢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达到了这个目标区域上空。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要告诉你，我有对你的这个目标区域进行极短时间内的饱和攻击的能力。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还透露，东风导弹首次飞越台岛射向东部靶场，把美军航母喝退几百公里，凸显解放军远域射指能力。这是第一次就把台岛的东部设为这样一个靶区。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是敢于叫板里根号的航空母舰，美国的里根号。那么当时我们可以说是迫使里根号的航空母舰从台湾的东南向东退出了几百公里。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映了我军的这样一个远域射指能力。8月8号，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林·卡尔就台海局势发表挑衅言论，试图向中国大陆泼脏水。他还放话称，美军将在未来几周内穿行台湾海峡。在解放军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实战化联合演训开始以后，有外媒指出，美军或照搬1995年到1996年台海危机时的应对模式，派遣航母穿行台湾海峡，以对解放军军演进行试飞。当时，美国曾经派了2艘航母到台海，声称要保护台湾。其中，尼敏兹号更是直接穿越了台湾海峡，给台独势力撑腰。
因此现在岛内仍有一帮人还在迷信美国会再次派航母穿越台湾海峡。事实上，关于美海军里根号航母的动向，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表示，美军已经命令里根号航母战斗群折返并停驻在台海地区，并对局势进行跟踪。根据卫星图片和船舶应答信息显示，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确实从预定前往日本的航线折返，目标似乎是台海地区。近30年来，美国航母曾2次穿越台湾海峡。第一次是在1995年12月19号，尼米兹号穿越海峡，此时距离解放军台海军演结束不到1个月。第二次是2007年11月23号至24号，小鹰号航母在访香港被拒后，率8艘舰赌气式地穿越台湾海峡。不过，美军这次很低调，多次解释是因为躲避台风而进入台湾海峡。有分析指出，单纯从军事上来说，航空母舰穿越台湾海峡的意义不大，因为航母在海峡里机动不便，很容易遭到打击，尤其是在战时更是活靶子，随时会面临轰炸机发射的空舰导弹和陆基发射的反舰弹道导弹的打击。以解放军目前的军事力量，已经能够实时掌握所谓第一岛链内任何敌对势力海上和空中力量的动向，可以随时重创这些来犯的敌方舰船、飞机。